与日本进入现代文明的历程相比，中国在近代历史的关口和现代文明擦肩而过的历程有哪些曲折？义和团和文革、洋务运动和改革开放等等，有哪些文化深层结构上的意义？今天我们继续读《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》这本书。今天的读书章节中有以上问题的答案。今天读到中国这个专题，想听更多的内容，可以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。读完这本书之后，我还会就解读中国文化这个专题去读更多的书，以帮助自己查杀掉头脑中的中国文化病毒，在个体层面做到文化出埃及，早日跃迁到现代文明的状态。让我们开始吧。中国作为远东文化主流的中国，也出现了类似日本的摇摆，其幅度比日本更大，内容也不尽相同，而且至今还没有跳出这个钟摆的摆幅。中国在鸦片战争中被打败以后，并没有像日本一般立刻做出反应，只是在被迫的情形下做出有限度的开国，也就是将洋鬼子限制在几个通商口岸之中。究其原因，是因为日本的历史性文化的深层结构中具有动态的目的意向性。早在德川时代，日本已经从统治阶层到广大的农民之间就出现了上下一心的情形。至于也是新的文化的中国，其历史性文化深层结构中的目的意向性却是镇止民心，使少之寡欲而不乱。因此，这个2000多年来的超稳定体系，在面临西方人的挑战时，却用讨伐叛乱的方式去对付它。在讨逆之势战败后，仍然将它当作是暂时性的挫败，因此只是等待时机，企图将洋鬼子逐出自己的天下之外，以便恢复到自以为正常的状态。因此，虽然中国人被迫开国比日本还要早，然而在鸦片战争以后，却仍然是一副匪夷所思的态度，平白浪费了20多年。但在经历了英法联军攻陷北京城的惨痛经验之后，同时又得依赖洋人的雇佣军来平定太平天国之乱之后，清廷终于开始改弦易辙，推行洋务运动。这个运动既然是在慈禧太后、恭亲王等投降派将主战派镇压了下去之后的基础上实行的，因此洋大人的因素就开始抬头。然而整个运动的意向性仍然是自强了以后将鬼子逐出天下之外，恢复到正常平衡的状态。唯一多了的一个新因素就是师以长技以制夷。因此洋务运动的精神是中学为体，西学为用，而不是像日本那样的文明开化。整个洋务运动终于因清廷在甲午战争中的战败而宣告破产。此后西化的因素又深一层，康有为与梁启超在传教士李提莫泰的赞助下搞变法维新。他们不只想建立西方式的君主立宪，而且逐渐用西方式的民族主义去代替中国的天下观，并且也开始有历史进化的观念。虽然用的是脱古改制的方式，将公羊学改成为进化论，因此就出现了在现代世局中追求富强的目的，动态的目的意向性开始萌芽，也使康梁向日本的明治之势看齐。然而在中国这个新的文化中，既然政治挂帅只是士大夫阶层的事，因此并没有出现上下一心同心同德的局面。即使是如此微弱的变革尝试，也触怒了顽固派，于是维新派遭到镇压。因为洋人支持光绪帝的原因，慈禧太后就将仇视洋鬼子的心理复燃。既然顽固派历来相信自强之道在于振奋人心，而不在于奇技淫巧，于是在无计可施的情形下，就出了一个给他一个天下大乱这一招，搞出了义和团之乱，向全世界宣战，围攻各国在北京的大使馆。但在被八国联军修理之后，清廷终于完全驯服了，变成洋大人的服服帖帖的工具。而反对清廷进一步丧权辱国的革命党却将西化倾向更进一步，比日本走得更远，而终于成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。在共和国体制下，却出了袁世凯、复辟帝制和21条。此时新文化运动发生，但西方列强在巴黎和会中的表现却令中国人失望，于是爆发了五四运动。一部分新知识阶层转向了10月革命后出现的苏联，中国共产党也承五四的影响而成立。进入30年代，中国普遍出现回归本土精神的倾向。蒋介石虽然依附外力，但却提倡孔孟文化，去对抗五四以来的西化民主思潮与共产主义思潮。而此时中国共产党内则找到了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相结合的道路，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。1949年之后，
本土精神的浮现也更为深化。然而，这个深化却是与马列主义运动的深化并肩进行的。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原本是西方社会内部产生的克服现代化倾向，也就是它是对工业化社会的一种抗议。在中国的情形中，革命化过程的深入就同时是本土化过程的深化，其总效果则是与整个外界决裂，而其表现形式则刚刚与日本相反，其整个意向却是内向的。文革开始退潮之后，中国也开始局部开放，例如每年在广州举办秋季贸易会之类，在实质上恢复至清廷在开国以前只开广州一铺来远人的措施。中国变成了必须以现代化来追上世界的国家。在这种无可奈何的情形下，又被迫做局部的开国，也就是承认外界才是真正变动的力量。然而另一方面，为了维持体系的稳定性，又同时用保持安定团结的方式来锁住民心。中国在被迫做局部开放后，社会上又开始出现普遍崇洋的风气。然而这种对外界的崇拜却仍然是偏重物质方面。如果中国人真正吸收了西方人人格平等的观念，就不会将外国人当作是洋大人，自然也不会视之为洋鬼子了。在本书中，中国文化以十分负面的形象出现，那是因为它被放置在了一个由他人缔造的现代世局中，一切条件对它来说都是不利的。原来衡量它的所有标准也必然是异化的。中国文化的文法规则能否在新的世局中创造出新的妙词佳句，让我们拭目以待。这一次的读书分享就到这里，这也是整本书主题详细内容的结束。下一期节目，我们将对整本书的重要概念点做一个详细的归纳和总结。我们在下一期节目中再会。